嗨，这里是菜鸟老田，欢迎来到特异区，一个充满神级、奇遇和危险的地方。《潜行者2：切尔诺贝利之心》，一款画面优秀、沉浸感拉满、AI 行为拟真的免费模组。对不起，这是伽马的稿子。一款十分有沉浸感、十分拟真，并且魔幻，而且魔幻到刚刚好的斯拉夫人模拟器。如果说上世纪震惊全球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到底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启示？那就是危险等于有趣，并且可以让你快速收集豪车碎片。那些离开的人总会留下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罐头、一些子弹，或者一个突然出现的吸盘橡胶球。切尔诺贝利只不过辐射多了点，这群斯拉夫超人可以通过伏特加轻松代谢掉。普里皮亚季如果能让你捡到之前的军用物资，那么一个阴森且破旧的房屋也可以闪闪发光。这片不毛之地特异区就此成为了机会主义者的乐园，诞生了一种名为潜行者的人群。这个词不光代表伪星痴汉，还是拾荒者 scavengers、非法入侵者 trespassers、冒险者 adventurers、独行者 loners、杀手 killers、探险者 explorers 和强盗 robbers 的缩写。他们大多数人都走投无路，貌似穿过边境的围栏，当然如果有的话，来到这片土地上探索冒险，只为能大发一笔横财。就算冒着被野猪顶死的风险，也要拿到一些日常生活物品和子弹。不用担心，这只是特异区平常的一天，或者说每一天都是特异区平常的一天。意外去世在这里和呼吸一样简单，毕竟这里的老鼠都有两种，一种和家猫一样大，可以让你死得完整一点；另一种还是原来的大小，只不过它们数量很多，可以让你死得松散一点。可能你会遇到一群普通的狗狗，也可能会遇到一只会分身的猫猫，或者一只皮肤石化的麋鹿。这可能是核辐射的杰作，当然是核辐射的杰作不太可能。多亏了一群神秘的科学家，让这片区域的生物群落变得十分自由。会跳街舞的爬行学巨人，身材高大会隐身的吸血怪，身材矮小但是可以使用念力的 Doomer 侏儒，可以直接穿墙挠空你的普通人类，如果都能存在的话，那么一只两头巨型柯基也可以十分合理的生活下去。这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向宝可梦世界跨进的一大步。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了可以帮你实现愿望的石碑，真实度堪比直播带货。这一来自经典小说的设定，当然会吸引一群追逐梦想的潜行者，结果就是被外面的烧脑器烧成智障僵尸，或者被洗脑后加入黑石，一个超级魔人军事组织。他们忠诚，他们强大，他们会自瞄开挂，并且会消灭所有对石碑有威胁的人，也就是所有人。当然，这群科学家并不是那么闲得蛋疼，他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操控思想空间或者治愈来消除人类的不良品质，只不过消除的方式比较极端那么一点。而且他们整的活也不是那么没有意义，至少他们的实验事故导致了异常点的出现。这是一种包含了各种自然现象的超自然陷阱，可能是飓风，可能是雷电，可能是火焰，也可能是一个会帮你吸入的透明球体。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像是人的陷阱，十分致命。但是如果你能够熟练的掌握使用探测器和螺栓通过这些陷阱，或者只要你足够肉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拿到一些神秘的超自然体神器。它们有着各种特殊效果，也同样可能还有辐射。虽然它们可能长得比较朴实，但是它们的价值会让它们的朴实有一种金钱的香味。但是请不要质疑斯拉夫人对于经济的理解能力，你可能会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捡了一堆神器，他们可能刚刚够你修复，为了对抗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迈了右脚而突然刷出来的一群强盗所损坏的枪械。因为这里是特异区，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很合理。当然，就算你抱怨也没有用，因为神器可能是除了那些野生护甲以外最有价值的货物，而且说了变异区就会丧失效用。但是千万别把它们带回家，否则你可能就会和我们的主角 Skiffy 一样，回家发现房子被烧了，因为这位天才把一个已经失效的神器放进了自己的洗衣篮里，结果一个实验再次启动了神器，导致他需要再次回到特异区卖身，同时追查幕后元凶，最后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人的恐怖真相。这就是游戏的剧情。虽然你通关的时候可能早就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但是天选之人的宿命导致你再次成为了第二个 V， 也同样买到了年轻人的第二款2077，这绝对是一种认可。我相信这游戏绝对有实力成为第二个年度最佳运营，并且很好的把游戏中就已经超神般的沉浸感带到现实里。我现在怀疑我的电脑就是一个隐藏的异常点，由于我没有同款螺栓，所以我没法确认。但是我并不认为几个贴图就在我面前明晃晃闪烁的建筑、跳舞下楼梯的汽车人、脑波怪没有按照
剧情消失，导致无法存档。明明已经快杀青，还要反复力战的 NPC 属于正常现象。猜猜我通关花了多长时间？50多个小时。在漫长的通关过程中，我已经逐渐了解一切。如果你发现了一群神准的狙击手，可以一枪秒杀你，记得绕着走，因为就算你把他们挨个爆头，就算你花了100多发子弹，他们也是不会死的。除非你把主线推到他们该死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一个地方辐射过高，记得往回跑，因为那个地方你不该去。如果你路过了一个建筑，发现里面都是僵尸和吸血怪，还顺手清理了一遍，那你可能会导致某个伤重不治的 NPC 获得真正的永生。但是坏处是，你没办法获得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克托扩容弹夹。答应我送他，就算之后遭到报应，你也能明白这一切有多值得。毕竟这只是特意去平常的一天发生的一件平常事。又如果你发现一些本该打开的门打不开，不要自我怀疑，不要内耗，你只是成功的陷入了一个 bug， 你需要风力月影来拯救你。记得提前存个档，无论是直接跳到地面，还是反复传送把自己卡进去，都可以有效解决问题。请不要觉得羞愧，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痛苦。由于我提前路过了一个野外小屋，并且提前人道化处理了疯狂哈基米，导致爱猫 NPC 不愿意给我提供主线任务地点，任务日志也没有更新。一个研究员让我跨越半张地图，为他收集4个项圈，最后的奖励是一把高斯步枪。我真的花了1个多小时收集完了，但是任务标记依然存在，所以我没法推进。任务系统就是那么简单粗暴。幸好我是一位隐藏的 C 语言大神，花了半个小时直播推理出了跳过任务的控制台命令，终于跳过了这些任务。最后我终于发现了一条永远不可破的铁律。如果你还没穷到卖钩子的地步，别做支线。我们亲爱的奸商老西让我帮他处理事情，我利落的处理好了他的事情，结果发现他彻底的消失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大胡子和苏丹2位 NPC 身上。游戏里的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性 NPC 让我送走他们，但是我前脚刚出门，后脚他又让我去领取奖励。我当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似乎系统自动的帮我完成了任务，但是我并不满意他给我的几千块钱，并且大胡子在前座对我的神器出手相当大方，于是我又反复读档，试图挽回这个结局。最后发现我完全没法挽回。而当我准备接受现实，并且前去拿走一把特殊突击步枪，顺道检查他们的尸体的时候，他们2位竟然摆着一种十分奇特的体位迎接了死亡。这应该也是特意去平常的一天，毕竟全图好像就只有3个女 NPC， 真的很拟真。因为潜行者有着传说中的 AI 行为控制系统 A-Life.0， 可以让所有 NPC 的行为栩栩如生。比如开头照顾我们的老爹，他可能是怕我太辛苦，所以宁愿牺牲自己，把来袭的黑石士兵控制在异次元，也不愿意让我们清理掉他们，甚至不愿意让手雷爆炸，真是太人性化了。谁说这系统没时装？这系统太好了。而如果你碰巧遇到了一对说话风格很像阿诺的强盗，前脚说着让你别轻举妄动，后脚立马改变主意向你开火，不觉得这很符合逻辑吗？因为有逻辑的正常人应该不会来这个破地方。我现在坚信敌人直接刷新在我面前，其实是为了掩饰这个系统真正的作用。更糟糕的是 GSC 这家开发商也并不是那么希望你在这片特异区里会有什么朋友，基本上和你有过友好互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死于非命，哪怕是一个和你暂时只有利益关系的佣兵首领。你以为你终于有队友了吗？并不是。前半部分你和他只能通过无线电通话，并且你需要边通话边探索一个十分阴森的废弃实验室。当然你们也会有短暂的汇合，他能够在你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变异卡比追着屁股咬的时候为你提供十分有限的火力支持。你应该珍惜这段短暂的温馨时刻，因为它很快就被杀青。所以我是真的很重视这些愿意和我正常对话的 NPC， 因为我有时候会因为场面太混乱，难以区分友军和敌人，导致一枪打中友军，然后被两边人马同时激活。所以哪怕是一个因为面包和我打架的小胖子，我都愿意多次独挡营救他，不然他很有可能会被背后突然刷出来的喷子哥一枪带走。而喷子哥的名字叫做谢尔盖。当然除了一个让我得罪当地2大军事组织的强盗头目巨蜥，我觉得他似乎对自己的地位有了太多幻想。如果一只老鼠让我选择是得罪狮子还是老虎，我可能会思考一下，但是如果杀了老鼠也能完成任务，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突然失去思考的价值。至于其他时间，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人独自行走在破旧的大地图上，以及空洞虚无的氛围感，并且要保证在你想多带一把可能几乎用不上的 RPG， 结果超出了苛刻的负重限制，同时还得在大晚上走出一片必须看地图，不然就会陷到深水区的大沼泽的时候能够克服恐惧，因为你周围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活物愿意和你进行友好或者不友好的接触，只会剩下无尽的死寂。所以你得想尽办法给自己找点乐子，四处搜刮点垃圾，希望能找到有用的枪械部件，完成一些 NPC 的支线，希望能发现他是奈沙王的真
真相，并且学会享受不平衡的战斗。你的目标十分简单，瞄准敌人的头，或者想尽一切办法瞄准他们的头。除非你想测试敌人防弹衣的强度，或者多花点钱修理一那把使用寿命还不如草履虫的破枪。但由于你的敌人目前都处于开挂的状态，即使是用霰弹枪都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击中你，而你需要趁着空隙用绷带来处理流血的伤口。战斗又变得很有挑战性，你最好祈祷战斗的时间是白天，否则你最大的敌人将会是自己的手电筒以及该死的战场礼仪。在敌人开枪之前，你最好还是别开枪，因为你可能很难发现他们的位置，而他们却可以十分精准的向你的掩体投掷手雷。所以好的武器可能会相对降低难度，但是恰当的战术可以让你单挑整个军队。如果敌人都躲在据点里，就要学会绕后偷袭，善用掩体。虽说关门会是一个好习惯，因为这些 AI 开门后暂时不会那么聪明，而你却可以直接瞄准他们的脑袋。而如果可以引入第三方势力，那将会更有趣。一个军事组织的酒吧老板让我清理掉周边泛滥的强盗，因为他们的组织太菜，而且强盗养了一只变异卡比，所以我跑酷引出了变异卡比，并且看着他清理完了自己的主人们，真是十分有趣。如果他掉落项圈没有卡住主线的话，那样会是一个完美结局。但是如果你在路上碰到这些变异生物，我还是建议直接跑路，因为他们不会掉落任何战利品，而你会无意义的消耗子弹，并且由于主角是一个没跑多久就要大喘气的肾虚患者，你再也不能仅靠一把匕首来满足整个特异区的食物需求，让我十分怀念普利皮亚季的欢乐时光以及一个功能正常的夜视仪。所以我喜欢这个游戏嘛。如果没有那些锻炼我推理能力的 bug 和掉帧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喜欢的。当然这是建立在我打了减少变异生物血量、消耗品附着、装备维修费用、奔跑耐力消耗等一系列体验优化 mod 的前提下。虽然目前的补丁在修复这些问题，但还是有点离谱。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那样，这款游戏注定会是一款由一堆补丁搭出来的游戏，并且也注定不会适合所有人。如果你想要更加拟真的体验 Gamma 异常等一系列用爱发电的免费 mod 将会是一个好的选项。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剧情，那地铁系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潜行者就是潜行者，我也给他10评哥萨克伏特加作为最终评分，异常太多，纯靠自适应。那么这一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